Hello， 大家好，小白啊，现在我就在 Apple Park 里面啊，我就随便找了一个小角落，然后跟大家简单聊一下这次 WWDC 2023。细节还是很多的啊，这个硬件应该也是最震撼的一次啊，算是见证历史。这个 Vision Pro 的这个发布，然后我们就简单过一下它的这个软件的这个部分。然后 Vision Pro 呢，我们有一个现场的一个静态展示，也可以在频道里边翻看。然后 Mac 的话呢，其实这次改变相对来说比较少啊。首先啊，软件这边的这个 iOS 17啊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3个啊，第一个就是基于 NFC 的这个 AirDrop 的这个升级，就是碰一碰，然后它就互传。然后如果你距离远了然后断联了，它还可以通过网络继续。因为 AirDrop 之前我都传素材用，但是经常比如说跟朋友就断开啊，这个和网络的这个连接这个点上面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就是我们在前面这个预测视频里边提到的那个横置啊，比如说你摆放在桌子上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小组件的一个功能，一个展示，像手表一样。这个算是让整个它的这个系统更加的生活化了，然后进入到你的生活之中啊，有点润物细无声的那个感觉啊，就是不知不觉你就被绑定到它的这个生态里面去了啊，就是这些细节的这个提升。然后第3个我就管它叫来电彩铃吧，反正就是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画，然后一来电的时候不同的人，然后可以更加好玩一些。其实这个更加偏向于这种生活化提升，整个 iOS 17都给我感觉是那种细节的那种小点的这个升级。然后在生产力方面呢，其实并没有特别强啊。这次这个来电彩铃确实挺炫，但是咱们都用微信嘛，所以我估计用的也不是特别多啊。然后就是 iPadOS 17，我印象比较深的也有3个啊。第一个就是这个 PDF 这个就是比较生产力工具了啊，完善了一系列的细节的这个操作，就比如说自动填充信息啊，然后也支持协同批改啊，就是俩人然后相互可以直接操作一个文件，然后现场发布会上那个展示也是很直观。第2个就是这个锁屏自定义，这个功能就是把 iPhone 上那一套然后放到 iPad 上面了，整个的这个体验应该也差不了太多。然后升级之后呢，我们应该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体验啊，就比如说字体啊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各种星球啊，你都可以换一换啊，主要还是外观方面的。然后就是健康 App 加入到这个 iPadOS 之中，我觉得这个还挺有必要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我健身的时候，然后会看到很多人都带着自己的 iPad， 包括我自己啊，都经常带着 iPad， 然后可能在健康里面更加方便的查询一下我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情况，这些功能和 App 之间都是相互调起频次比较高的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。然后就是 macOS 啊，这个还是小组件，感觉这次的主题就是小组件啊，哪都是小组件。最主要的就是它可以摆放 iPhone 里面安装的小组件啊，这个一下把它小组件这个生态就给扩大开了。然后就是新的这个游戏模式，让性能更加集中在这个游戏程序中啊，这个就是直接打开，然后来一个鸡血模式。然后死亡搁浅2啊，这个之前我们以为它是放在这个 VR 的这个设备上，放在这个眼镜的设备上，结果就是会在 macOS 上面登录。然后小岛秀夫上去也讲了一下啊。然后就是 WatchOS， 这个在之前的爆料中呢，说是改变最大的一次啊，但是最后总结还是3个字啊，这个弹幕估计在飞了啊，小组件还是小组件啊，就是数码表冠能够查看叠放的这个小组件。但是它最大的外化上的改变呢，其实相当于就是 UI 方面啊，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程序的界面都进行了这个重新的设计，更加偏向于卡片化，有点这个小组件的那种感觉。新的这个调色盘的这个表盘，还有史努比的这个表盘都是非常可爱的。这主要就是在软件方面的几个更新。其实这次真正的生产力方面的这个提升的并不是特别多，主要就是细化的、生活化的，然后外化 UI 上的这些相应的这个改变。然后就是硬件方面，这次是3款 Mac， 然后加上这个 Vision Pro。Vision Pro 我们就专门有一个视频啊，大家这个直接去翻看就行了。Mac 端上呢，主要就是在尺寸和处理器上的这个升级。首先就是这个板上钉钉的15寸的这个 MacBook Air 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它15寸的 Air 啊，其实它和之前的那个小的款式没有什么太多区别的，就是在尺寸上面加大了一下。然后但是变大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本会尤其的轻薄，因为它表面积变大了。这个是银色的版本，然后这边这个是一个蓝色的版本，这个是我自己使用的那一款蓝色的，非常漂亮。但是这个蓝色的，我的那个小尺寸的，它相对来说容易显指纹一点点，所以如果你特别在意的话，可以选择比较浅色的，或者说贴一个膜。处理器啊，还有配置方面呢，它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的。然后接口上面这边有2个
C 口，还有一个磁吸的充电口。其实你也可以平时用这个 C 口来进行充电，我好像几乎从来没有用过它那个磁吸口。这边有个3.5的耳机孔，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啊，就是深耕轻薄本这个领域吧。8+256G 呢是10499，然后24加上2TB 的这个顶配呢是差不多2万啊，19499。厚度方面呢1.15厘米，因为它整个这个表面积变大了嘛，然后感觉它好像是薄了一些。然后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重量方面啊，到了3斤左右啊，相比于13呢差不多是重了半斤，然后有6个扬声器，这个比13寸的要多了2个扬声器。如果你对音乐方面比较在意的话，可以注意一下。然后续航方面呢是和13寸是一样的，都是这个18个小时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13寸的一个放大版。然后就是 Mac Studio M2 Ultra 款啊，这个外观上呢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最新的Mac Studio， 然后外观上呢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啊，只不过是在处理器上然后更新了一下它现在是连接了2台显示器这次呢最主要的就是 Ultra 这颗芯片的发布没什么变化，基本上就是处理器上的升级，这个胶水配方啊，性能翻倍。最高配置呢是24核的 CPU，76核的 GPU， 你没听错，大家可以把76打在公屏上啊。76 GPU 还有32核的 NPU， 最高192加上8TB， 你没有听错，192。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我都愣了一下啊。然后顶配呢是可以选到68999，你看很便宜，白捡一样嘛。然后就是刨丝器 Mac Pro 最新款刨丝器，最主要的就是它更新上了这个苹果自己的这个芯片，外观上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，一如既往的非常刨丝。这边有一个它的展开的这个展示，可以看到里面苹果的这个芯片。最高呢也可以选到 M2 Ultra 的这个芯片配置，与这个 Studio 的是一样的啊，依然有这个插槽的扩展功能。我觉得这个对于 Mac Pro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OK Vision Pro， 大家直接看下一个视频就可以了。好了硬件和软件呢，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。这次在软件方面的升级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惊喜，但是好在这个硬件给做了一下补充，然后后续这些硬件到了之后，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相应的体验还有各种各样的实测，就是 Mac 系列的这些实测，我还是比较期待的。OK， 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一点帮助，就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更多的精彩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